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难题？住在小平数的公寓，或是独栋房子里有一些很小的房间，又或是需要一屋多用，比如书房间、客卧、客厅间、餐厅。怎样才能让小空间看起来更宽敞，住起来又舒服，同时还能塞下足够的储物空间呢？今天我就整理了8个让小平数空间显大显高级又实用好住的软装技巧，相信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灵感。我是 Cindy， 在这里我会分享家居美学和精致生活的相关内容。如果你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分享。色彩对于一个空间的视觉感受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浅色可以最大限度的反射光线，让空间看起来更明亮开阔，而深色则会吸收光线，让房间显得更紧凑，更有包围感。巧用配色可以在视觉上调整一个空间的比例，比如把天花板漆成比墙壁更深的颜色，就可以拉低层高，让过高的空间显得没有那么空荡荡。反之，深色墙面搭配浅色天花板，就可以在视觉上拉高层高。所以想让小平数空间显大，最常见的做法就是把墙面和天花板都统一刷成浅色。除了最安全不容易出错的白色、米色、浅灰色之外，也可以选择带灰调的莫兰迪色系，比如浅粉、淡蓝、鼠尾草绿等等。不仅可以增加视觉上的趣味，又柔和耐看，不会太过抢眼。当然，并不是说小空间就只能刷浅色漆，这取决于你的喜好和对空间的需求。如果想要营造温馨被包裹的感觉，比如在卧室或是阅读区，就可以尝试刷1到2面深色的 accent wall， 或是在层高比较高的空间里，把1/3到2/3的墙面刷成深色，来平衡空间感和温馨度。如果想要尝试更大胆的全深色设计，那可以考虑用在小平数的盥洗室，但前提还是层高要够高，避免过度的压迫感。充足的自然光是让小空间看起来更大、更通透的关键。如果一个空间缺乏自然光，可以通过安装玻璃隔断来从其他房间借光，不仅美观，还可以在视觉上延伸空间，让家里看起来更开阔。在窗帘的搭配上，可以首选轻薄浅色的材质，比如纱帘或是薄的棉麻材质，既能保护隐私，又能确保光线透入。另外，窗帘的悬挂方式也很关键，窗帘挂得够高、够宽、够长，不仅可以让窗户看起来更大，还能在视觉上拉高层高，提升空间的比例。关于窗帘的具体挂法，我在之前的这期视频里有做过详细讲解，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接着去看。多功能家具对于小平数空间里减少物品数量、创造收纳空间、增加活动区域来说，真的太有用了。比如一个储物脚凳，既可以做收纳、当脚踏，又可以当做茶几；还有带书桌的装饰柜，可以变咖啡桌的边机；带收纳柜的换鞋凳，还有沙发床，更是在小房间需要兼具客卧和日常功能的时候必不可少。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设计感、外观又轻盈的沙发床款式，又高级又实用。另外还有可以自由变换尺寸的折叠家具，比如这个折叠餐桌，收起来可以当置物台，半展开或全展开之后就能变成不同尺寸的餐桌或是办公桌。它还自带轮子，方便移动，真的是小户型节省空间的神器。我之后呢会单独做一期视频，盘点 IKEA 适合小空间、好看又实用的家具。如果你感兴趣，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在小平数空间里，家具的体量感也是决定空间视觉效果的一个关键。要让房间看起来更大，就要多利用线条简约、造型轻巧的家具，尤其是带脚或是细腿设计的。这些轻盈的家具可以露出更多的地板面积，也能让更多的光线穿过，就会创造出更敞亮通透的视觉印象。另外，简洁的设计并不一定要是方方正正的，带弧线设计的家具既简约柔和又精致，还可以避免在狭小的空间里磕磕碰碰。尤其像法国特色的 Bistro 圆桌，单腿的设计既美观又省空间，非常适合在小公寓里打造用餐区。
如果你喜欢当代 Art Deco 或是 Bauhaus 风格，还可以考虑亚克力或是玻璃材质的透明家具，露出更多的地板和墙面来放大视觉空间。尤其是彩色的亚克力家具是这2年很流行的软装元素，可以给小空间增添一抹趣味和个性。不过要注意，使用亚克力材质要适度，过多的使用容易让家居的塑料感过重，显得廉价。还有玻璃材质的大型家具，尤其是餐桌、咖啡桌这些平面，虽然通透，但是非常容易收集指纹、水渍和灰尘，清洁和维护成本更高，所以购买之前也要三思。小空间显大的另一个秘诀就是把视线向上引导，通过增加纵向的装饰元素，在视觉上拉高空间，弱化横向的拥挤感。比如竖条纹的壁纸，从天花板垂到地面的窗帘，纵向的大幅挂画或是上下排列的画框，大型绿植、线性吊灯或是壁灯，接近天花板的陈列架等等。另外就是把系统衣柜、书柜、餐柜做到顶天，这样既可以让房间显高，又可以增加收纳空间。如果你用的是成品柜，顶部还留有不少的空间，那也可以在上面排列有造型感的篮子，既能做收纳又兼具美感。下一个小空间放大的技巧就是悬空设计，把家具悬挂在墙面上，可以露出更多地面，让空间显得更开阔轻盈，通行和打扫起来也更方便。比如悬空的床头柜、电视柜、鞋柜，还有壁挂式的书桌，有的还可以折叠收纳，对小平数房间来说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在书桌、床头的上方增设吊柜，不仅可以创造额外的收纳空间，还能通过前面提到的纵向延伸来提升视觉焦点，让房间显得更高。镜子是软装设计中非常常用的，用来提升空间感和美感的设计元素。首先，我们的大脑会自然而然地把镜子里反射出的画面理解成额外的空间深度，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点来营造小空间放大的错觉。比如小型卫生间的大面浴镜、狭窄走道或是玄关的半身镜、落地镜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镜子来提升采光，把镜子安装在正对或是侧对光源的位置，就能最大限度地反射自然光，让空间更明亮通透。我们还可以用镜子来反射一件艺术品、一处特殊的布置或是窗外的风景，来进一步提升家居的格调。而且镜子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装饰性元素，造型或是边框独特的镜子可以作为挂画的替代或是补充，既实用又能给空间增添个性。很多人因为空间小，所以每一寸都舍不得浪费，恨不得地上放满家具，墙面装满柜子。但事实上，给地面留出顺畅的动线，给墙面适度的留白，反而会让空间更有呼吸感，住起来也更宽敞、更舒适。一般而言，大家具之间至少要保留出60厘米的距离，方便通行。另外，如果你的家感觉拥挤，很可能不仅仅是面积的问题，而是东西太多。过多的杂物和装饰会增加视觉负担，让房间看起来更小、更乱。所以我们可以把大部分的生活用品收进柜子，挑选少量实用或是美观的物品展示在外面。还可以利用托盘、篮子、书本等等组合摆放，把多个小物件合并成一个整体，减少视觉杂乱。如果发现东西太多，柜子里根本放不下，那这正好是一个断舍离的好时机。记住一句话，东西越少，空间就越大。想要获得更多关于家居整理和断舍离的内容，可以点击这个 playlist 继续看下去。以上就是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帮我点赞留言，也欢迎告诉我更多你们想看的主题。那今天就到这里，谢谢收看，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